trade should not be a weapon. There's no question.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be looking to trade with the rest of the world, and we should do what we do best, and they should do what they do best. It's a big mistake in my view. 美国的经济会糟糕，好惨，国是会滞胀，经济衰退，而且还有通胀。只有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有滞胀，当时的股票是跌了好多，跌了一半。所以大家不能够像以前一样，美股总是会涨的，大家躺赚了，无脑定投了。黄金高不是黄金贵，是美钞不值钱。小米可能是最终的 AI 的赢家。美国其实现在有很多的不明朗的因素，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数据。首先呢，很多人说好多的美债到了未来的2-3个月，6月、7月会到期，他们就担忧美债到期之后再要发新的债，没有人买。我个人觉得这个担忧是不必要的，起码现在市场告诉我们不必要的。有时候外面的人为了要流量，可能是美债6月、7月完蛋啦，灾难要来了。那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首先看孳息图、债息图，英文叫 yield curve。美国国债还能买期货 futures， 这个所以现在美国国债的不同年期的收益率大约是这样。所以市场包括美债的期货 futures 告诉大家，今天的美债的收益率没有失控，没有上涨，相对1个月前，相对6个月前，相对12个月前是往下跌的。所以什么美债到了6月、7月没人买了，这个担忧我不能说没有啊，但起码在现在没有看到。如果你真的觉得哇，美债7月份、6月份没人买了，好悲哀了，说这个人的我敢赌，他敢不敢去沽空美国国债期货？你去沽空嘛？你这么有把握？现在有一个 shorts 我觉得讲得很好的 ，Look into my eyes， why？ 你敢不敢去沽空美债？如果真的是到了6月、7月，哇，美债没人买了，那美债就会跌了。美债跌的话，你现在沽空就赚钱了。所以外面的这个 YouTuber 乱说的好多，真的是大家有时候要有一个独立的分析。大家来听788，我都是给大家数据，然后给大家分析我背后的逻辑。你可以认同，你可以不认同，但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确美元有一个危机，美国的债务也有一个危机。这个危机不一定是6月到7月爆发，起码这个市场是没有看到。但是长远来说，美元还有一个是美国政府的 fiscal deficit 财政赤字也是一个危机，所以这3个危机其实是关联的。美国每年都有财政赤字，所以呢，特朗普上来了，的确没办法，他要 Elon Musk 来搞他的 Doge， 把财政的开支要大幅度的削减。也正是拜登政府用钱用多了，把美国的经济撑起来了，所以拜登欠下的债，现在特朗普要首先把他的开支减下来，第二个要把在之前的欠下来的美债要开始还了。这个利息支出是越来越多的，利息支出也会加大财政的赤字。现在人家说利息的支出要比 Elon Musk 的 Doge 所削减的财政的支出远远要大，所以呢，利息上涨的话是不利财政赤字的。但是没办法，你这个债要有人来买。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现在的美债市场还是稳定的，美元相对其他的货币还算是可以，但是如果我们相对黄金来说的话，美元是不断的在贬值，所以我们看到黄金不断的涨，最近的1年一直在涨，大涨小回，大涨小回，就是美元是不断的在贬值。所以你说现在黄金价格太高了，其实是因为美元现在太低了，因为黄金的价格是用美元计价的。我们看一下美元的指数，美汇指数是跌破了100，所以是美元不值钱，不是黄金价太高。那现在呢，特朗普一直在退，一直在退，但是中国是完全没有退。我们4月7号之后1个星期之后的星期一又给大家 update 了一下这一个关税战，我就分析了，因为最近有人说他是天才了笨蛋了，到底是天才是笨蛋？其实我觉得他是天才，只是骄兵必败，他是打了太多的胜战，结果呢自信心爆棚。所以我们在4月14号的直播里面给大家分析了特朗普的谈判的艺术，他所用的招数，而且为什么这么样的一个谈判大师
司遇到了滑铁卢的战争，好像是输了好惨。中国啊，现在是站着很硬的，最近也出了一个影片，说中国不退，中国不跪，用了毛泽东说一直要打到完全的胜利。但是我觉得中国损失会大于美国，双输。美国的通胀会上去，美国的企业的盈利会倒退，美国经济会衰退，但是呢，中国会更惨，失业率更高。今天美国的财政部长说中国已经顶不住啦，当然这个都是隔空的对话，心理战，但他说的也是有点道理，中国的出口肯定会受损，肯定会不同程度的会有一些裁员啊，失业率上涨。那当然了，中国现在在其他方面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官方的这两句话，他们在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补贴，或者是来 remedy 来解救这个出口业的萎缩。那如果我们看今天最新的中国的 PMI 采购经理指数的话，4月份降至 50.4， 比上个月是下跌了 0.8， 所以我们已经看到了4月份中国的制造业采购，因为他们采购原材料才能去做生产的，所以是第一时间已经反映出来了，中国的制造业正在萎缩。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啊，如果只是跌了 0.8%， 其实不是低过预期的，是好过预期的数据了，只跌了这么一点点啊。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个 PMI 还是高过50， 50以下代表萎缩，不太好，50以上代表还可以。那3月份的时候，中国的 PMI 是特别的高，所以从3月份的高的 PMI 跌下来是正常的。那为什么3月份会高呢？因为大家都预测关税要来了，快做完之后赶快发货，到了4月份回归正常，跌下来。所以呢，中国的经济一定受影响，已经看到这个数据受影响了。当然我们再查一下英文的媒体 CNBC 啦 CNN 啦，这些美国的媒体就借着这个机会就说了，哇 take a big blow， 好像是好大的灾害来了， drop to a 2-year low， 不会 2-year low 啦，50.4怎么会是 2-year low？ 所以呢，3月份的时候是51.2，是特别高的 2-year low。 2年前中国还在疫情封城的时候跌得不得了的低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关税战中国一定会有损失的，所以大家要买中概股港股的话，不要盲目的乐观。但是 on the other hand， 另外一方面，中国有更积极的财政政策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我们也看到中国的习近平啊、李强啊都不断的带头出来讲话，后面也有具体的政策出台，所以有些股票会受惠，有些股票真的会受影响。好，最重要的一个啦，那小米呢也是18年跟美团一样同时看好的2个10倍股。今天是2019年12月3号，今天跟大家研究的公司是小米，在香港上市的号码是1810。为什么跟大家探讨呢？因为最近它推出了2款的 5G 的手机，随着中国内地和香港 5G 的服务陆陆续续的推出呢，我个人觉得小米是其中一个可以把握这个商机的非常好的市场领先者。小米当时16块上市，我没有马上买，我是什么时候开始买呢？我是8块多的时候开始买，之后涨到了大约30块的时候，我留下一点点全放掉了，8块买到12块买，然后就慢慢卖，所以到30块放的时候平均涨了2倍。结果呢它又跌下来了，跌下来呢我就慢慢的把之前卖走的赚的那些资金又买回了小米。那后来呢，小米的车成功的推出了，当时我记得我还在西藏玩，我就赶快跟 GMC 的同学说小米车成功啦，应该是去年4月初的时候，当时是15块涨到了17块，我说赶快买啦。当然涨到了56的时候，我说可以获利走一点，所以很多人是赚了3倍走。那后来呢跌到了红色那一点，是我先叫大家走再自己走的啊，风格很高啊，不是说我走了叫大家走，是先叫大家走，所以股价有点跌下来了，再我自己走，所以我在54的时候有走过一点，结果跌到了小米的车出了意外。我觉得小米车出意外不一定是小米车不好了，可能是那个 driver 那个司机开得太危险，所以当时我就趁雷军，小米被人家攻击的时候摸黑的时候，我要支持他一下，我就买了2手，买了2手之后，结果关税战来了，我又买多了1手，超越了我的资产配置，所以它在涨回来的时候我又卖走了一点，已经赚到了30%多了。我说了好久好久的小米会做
AI， 小米它是请了 DeepSeek 的那个第2个版本的最重要的一个员工去那里， DeepSeek 又是开源的，所以小米出来了一个叫 Mimo 推理大语言模型，开源的，正式的公布了，所以小米的股价是涨了5点几个%。我个人觉得小米真的好厉害。当然现在股价已经涨了这么多了，已经是超越了它的内在价值了。我们之前有讲过，给大家分析过计算过小米的内在价值，现在是超过了。但是呢，人家就来问了，超过了为什么你还会买小米啊？其实我们计算的是小米现有的业务，但是我们没有计算雷军的这个品牌价值或者是雷军的价值。小米可能是最后会受益这个中国的 AI 的。4月9号当天晚上我们也说到，小米有可能是受惠中国的 AI 的发展。这张是4月9号的时候38的时候，今天已经涨到了 49.95 了。所以从4月9号的 GMT 当天晚上我就看好小米，到现在啊，我不是今天才看好小米的，当时小米还没有出来这个 AI， 我就感觉到，因为我知道小米雷军是请了 DeepSeek 的那个员工，他肯定会推出 AI， 我是这样推算的。我一直都是告诉大家我推算的原理，开源 OK Open Source， 雷军永远做任何的产品都是后发者优势，所以呢他是看好了整体的，包括手机啦，包括汽车啦，都是人家先打了一波，他看好了再进场。所以呢从他的小米汽车这么成功，自然有人会幻想憧憬小米会不会在 AI 也会同样的有它的电动车的成功或者手机的成功。如果是的话，小米就不得了了。所以4月9号在小米还没有公布任何 AI 的产品的时候，我就已经提前的推算了小米可能是最终的 AI 的赢家。今天的小米的股价已经从当天的37涨到了 49.95， 接近50块，所以10倍股好处就这样子，这个很快的啊。所以呢其实很可惜，4月9号你来的话，无论是苹果啦，或者是小米啦，富途啦，好多都涨得蛮多的，错过了机会成本嘛。或者更差的更糟糕的是，在股票市场里面不应该输的钱输掉了，哇，被人家斩仓了，洗盘了，卖掉了，然后看它涨上去了，这是最昂贵的，最愚蠢的。所以呢要改变的话，从改变自己的脑袋开始。今天晚上就有免费的课程可以看，大家也可以直接的报10倍股投资秘籍，把5月份变成大家的装备自己，寻找10倍股，把你自己变成一个10倍股的百乐。我们还有个好消息，我们现在会更新4个案例，这个4个案例我估计月中会更新，所以如果你今天马上报了名，马上21天开通给你，你要现在去看我们的案例，有5个案例的话，到了下半个月你会有4个更新的案例，那你其实是看了9个案例的。突然之间你学习的案例分析的这个课程多了4堂课。第二个好消息呢，大家学了这个10倍股投资秘籍之后，有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以前在 GMT 里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及时的问我，但是现在 GMT 已经关门啦，不收新的学生啦，所以呢我们在10倍股投资秘籍学完了之后，5月31号下午我们会开一个 Q&A， 你学了之后有什么问题可以来问，包括这些框架怎么应用在这只股票啊，怎么应用在那只股票啊，如何去看这只股票那只股票啊，都可以问，我都会回答大家。所以这个价值真的很难得啊。所以呢新同学今天报名的，或者老同学把5月份回看这个课程，然后到5月31号的时候我们来一个 live 的 Q&A。 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